萧炎身形如电，刚击溃了那道万丈的惊天巨浪后，便抬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上空的激烈对战。只见盘龙的身躯爆发出特殊的运势之力，与数道宛如雷蛇一般的雷霆正在进行最后的对抗。轰轰，天际翻滚，雷声轰鸣。然而在盘龙爆发出恐怖的力量后，伴随着雷光闪烁间，数道黑色雷霆被运势之力给消灭，仿佛一切暴风雨都已平息。萧炎和盘龙解决了这些诡异天象之后，身形一晃出现在众人之中。这里的异常天象恐怕又是潜伏在暗处的魔物所为。萧炎的声音中透露出一丝不容置疑之意，经过先前事件的发生，已经逐渐发现这方面貌世界已经被那些魔物彻底的掌控，而他们掌控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要让这里的那一尊万魔之神彻底的苏醒过来。没错，的确周边已经来了不少魔物的气息。大龙尊主没有任何的动作，但已经洞察了四周一切的变化，而一直站在一边旁观的小龙尊主颔首，目光犀利，仿佛能穿透上空的厚厚黑云层，只是那些隐匿其中的魔物。既然来了，为何不出来？小龙尊主的话音刚落，黑云之中便有魔影闪现，他们的身上散发出堪比半道神的气息，威压惊人。魔气如实质般在他们周围纵横交错，形成一片片阴沉沉的暗域。想必这些应该都是魔尊级别的存在，但半道神的力量在他们的面前已经完全不够看了。只是半道神的气息，这些魔物真把我们当蝼蚁了。小龙一脸无奈，如果身边没有几位大道主神和应龙神灵前辈的存在，这句话小龙打死都不会说出来。如果一旦这句话出来，那么现在可怕他早已经被眼前出现的10数位魔尊给击杀了。应该不只有魔尊。盘龙所感应到的这些魔气之中，还有几道非常隐晦的强大魔气。圣魔尊也出来吧，不然凭借着10数位魔尊可不是我们的对手。下一刻，只见得黑云又开始剧烈的涌动，那里顿时间出现了巨大的黑云形成的漩涡，而那黑云漩涡犹如是活物一般开始扭曲起来，口子忽大忽小，仿佛是一张巨嘴。在黑云漩涡中，数道磅礴无尽的魔气直接从中喷涌而出，魔光陡然大盛，形成一圈圈暗黑色的魔气光环，自那黑云漩涡中不断的浮现，其中的魔气也是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节节攀升。短短数息，数道魔气所形成的魔威便是令得这方天地都在剧烈的震动起来，就连刚刚平息下来的黑海再次涌起了一道道百丈巨浪。神元宫的3位主母以及小龙与寒吞吞几人在感受到了圣魔尊的恐怖魔气后，只感觉身躯被一股无形的魔威给笼罩，体内的神力都是到处乱窜。这就是圣魔尊的魔威吗？与魔尊相比，简直不在一个层次中。他们6人的脸上浮现了一抹凝重之色，即便是3位主母已经迈入半道神之境，但在圣魔尊这种级别面前，简直就是可以随手就能够捏死的蝼蚁罢了。很快，在这无尽的魔气中，足足9道圣魔尊的身影展露在众人的面前，他们每一位都散发着大道主神的恐怖气息，其中还有几道魔气不亚于萧炎和神罗殿殿主以及天罗殿殿主的气息。9位圣魔尊同时出现，还真的是要拼死拦住我们进入这世界深处啊！之前萧炎可是以1人之力击退过5位圣魔尊，如今就算对方来了足足有9位圣魔尊，萧炎也一样能够再次将其击退。9位圣魔尊似乎感受到了萧炎的目光，他们便不再压制自己的魔气，直接肆无忌惮地将圣魔之气彻底地扩散开来。空气中弥漫着双方紧张而凝重的气氛，众人屏息凝神，准备迎接一场爆发的战斗。尊主前辈，这9位圣魔尊交给我。萧炎一步迈出，他并不是出风头，而是他有非常大的把握，同时他想要领悟自己的第3个大道，那就是天地之道。而这天地之道就是萧炎所施展的纵横诀功法。经过这段时间对纵横诀的领悟，横诀横贯八方，纵诀纵灭天下，不管施展哪一诀都能够引动天地之力。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发现，萧炎更加对纵横诀中的天地之力有了深入的探究。虽然前几次施展纵横诀都能够引动天地之力中的一丝玄妙之法，但想要彻底的领悟天地之道，还需要一个契机。目前不知道这个契机是什么，但是以萧炎的恐怖天赋和领悟能力，说不定能够在多次施展出纵横之法后，或许可以抓住彻底领悟天地之道的最佳契机。双龙尊主拥有着神灵的智慧，明白萧炎的这个想法，所以他们同意。但是小龙与寒他们可没有神灵的智慧，自然不明白萧炎为什么要这么做。对方可是9位圣魔尊，而且每一位都是堪比大道主神的存在，而且其中还有几位的实力比起萧炎的大道修为更加强大一些。萧炎弟弟真的有把握吗？相信萧炎兄弟，认识他以来，他可不是一位鲁莽之人。如果在外人看来他做了鲁莽之事，想必其中应该有着他想要做的事情。吞吞比起小龙和雨涵2位更早认识萧炎，当年萧炎成神对战先天神，拯救了天元界的危机，至此萧炎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他要做的意义所在。众人听闻，心中也有了一点思路。除了吞吞之外，虽然其他人对萧炎的了解少一些，
但现在似乎对萧炎又有了新的认识。萧炎小兄弟，让我们看看你接下来对战9位圣魔尊的实力吧。神罗殿殿主体内的一股热血正在澎湃起来，似乎被萧炎一步一步的影响，使得他们体内深处的热血也不断的外溢。萧炎对着大家自信的微微一笑，然后抬头用锐利的目光穿透那9道散发出圣魔气息的身影。他们的气息强大而霸道，每一位皆是威压八方的圣魔尊。圣魔尊的级别在灭神府之中，乃是比起9大全魔36魔尊更高一等的存在。其实他们也有另一种身份，那就是在灭神府中，他们也是副府主。只是这些副府主并不掌管灭神府的事务，因为他们有着自己其他的任务要做，所以真正掌管灭神府事务的就是底谷圣魔尊，也是10位圣魔尊之中最强大的存在。至于在这些圣魔尊之中，实力皆是恐怖至极，其中还有数道圣魔气息更强，怕是已经半只脚迈入大道极限主神的门槛中了。如果换作是寻常的大道主神，面对来自灭神府9位圣魔尊的围剿，怕是没有任何可以抵抗的实力。但是萧炎却不一样，他的实力可不是用表现的修为就可以断定的，在面对着9位圣魔尊齐发的压迫感，却是面不改色。你们灭神府不是有10位圣魔尊吗？怎么少了一位？那位灭神副府主呢？萧炎的声音中带着一丝轻蔑，他的目光在那9道身影上一一掠过，发现之前身份曝光的灭神副府主竟然不在这里，这倒时让他有些感到匪夷所思。底谷圣魔尊大人的实力比我们任何一位圣魔尊都要强大很多很多，他如果来了，你就更完了。其中一位圣魔尊怒斥道，声音中充满了对底谷圣魔尊的敬畏，因为在他们的心中，底谷圣魔尊大人的实力乃是仅次于府主大人的存在。萧炎却是冷笑一声，他的目光变得越发冷厉，是吗？就算你们的底谷圣魔尊大人他来了，我照样可以拿捏他。话音刚落，萧炎手中的神火横骨尺光芒大盛，尺身轻轻颤动，似乎随时都可能脱手而出，斩向那9位圣魔尊。蝼蚁，不要口出狂言，你不要以为有应龙神灵给你撑腰就可以目中无人。9位圣魔尊身居高位，他们的身份更是仅次于魔神的存在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如果这9位圣魔尊降临诸神万界，怕是会给万界生灵万物带来噩梦般的灭世灾难。我一人足以将你们击杀。萧炎的话一出，瞬间让场面的气氛紧张而起，空气凝固。萧炎和9位圣魔尊的对峙就如同风暴前的宁静，暗流涌动，战意弥漫。突然，萧炎身影率先移动，神火横骨尺如同撕裂长空的闪电激射而出，9道璀璨的尺光犹如9条腾空的火龙，朝着9位圣魔尊的方位狂暴射去。9位圣魔尊们面如寒霜，他们冷哼一声，眼中闪烁着不屑与轻蔑，仿佛对萧炎的攻击不屑一顾。不知死活的蝼蚁，妄想一人抗衡我们9位圣魔尊，简直愚蠢至极。其中一位圣魔尊讥讽道，其声如雷霆滚滚，震得四周空气几乎凝固。而其中就有5位圣魔尊之前虽然被萧炎击退，但他们现在足足有9位圣魔尊，整体的战斗力更是数倍大增，9人联手，力量之大，足以撼动天地，绝非萧炎一人能够抵挡。9位圣魔尊聚魔力将那股恐怖的圣魔之力尽数释放，霎时间，阴沉的天空被磅礴无尽黑暗所笼罩，一股令人窒息的圣魔之气如潮水般朝着4面8方涌去，仿佛要将这片天地都化为他们的魔域，成为他们的主场。只要让这一方天地成为圣魔尊的主场，那么他们的力量更会提升起来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寻常的大道主神都会成为他们眼中不可反抗的猎物。圣魔毁灭光，很快，这片黑暗的天地间，9道圣魔之光如同利剑般洞穿虚空，9道圣魔之光如同9条金色蛟龙，带着摧毁天地的威势洞穿而出。他们在虚空中划过，留下一道道扭曲的空间波纹，与迎面而来的9道赤光发生激烈的碰撞，发出震天响的轰鸣。轰轰轰！在撞击的瞬间，冲击波如狂风暴雨般席卷而来，将四周的尘埃卷起，形成一片混沌。面对9道圣魔毁灭光，萧炎的9道赤光如同由风中飘舞的残叶，虽然顽强抵抗，但是很快就败下阵来，被圣魔毁灭光彻底的吞噬殆尽。